来，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哈！哎，今天初一哈，初一我看还有多少人上来，合家团圆的时间应该上来人不会，哎，有哦有哦，99人了，感谢各位了哈，感谢各位，大过年的还那么捧场啊！来上来的朋友，上来朋友慢点赞一下，慢点赞一下。认栽朗哈，我们这些人好像生活中哈。生活中还真没有别的，我真的没有别的重心了哈。除了做节目，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了，你知道啊？哇，138位上来了，好，我们开始了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恭喜大家，恭喜恭喜恭喜哦！也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们从那个什么，这个那个什么，从美国前几年开讲2758的时候，你们就发现美国急了。AIT 最近讲台湾是地位未定论，他也急了，是不是？这个确定是很急的，只是很多人没有看懂。可是神明也急了，上天也急了哈。各位应该都有看到嘛，这2天都有看得很清楚哈。在那个在什么，在那个什么，我操，我怎么突然？这个镜头大家应该都记得很清楚嘛，都能看到了哈。我看这个很奇妙的、哦，这个世界因为这个画面，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十次。法鼓山这件事情，你们把它整个镜头拿来看一下，没有人去动，因为他那前面那个绳子是每人一条，没有人去动它，没有人去动它的时候，他那绳子一直在晃动，然后甚至觉得这里我好像给我点掉的感觉，我感觉他身心是有受到一些冲击。这个，你就一看就知道，这都不是我们任何人给他栽赃了哈，他真的是内心受到很多的冲击，有没有动没掉呢？我知道那个叫什么，这就是上帝在警示人民啊，上帝在警示人民，邪祟听到佛经哈，他们都会什么？通常都会因佛法威德而震撼了。如果顽强抵抗，就会感到不舒服，所以那你看得出来，他有点扛不住嘛。这表示什么？神明已经急的，我们的神明已经急的很急着要什么？要告诉台湾人，你们就是什么？要随着你的天命走嘛。我们就是美国讲的嘛，我们地位未定论嘛，我们也不属于中国嘛，我们也不属于日本嘛，我们也不能台湾独立啊，所以我们就要成为美国一州，这绝对是个天命了哈。因为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哈，我们没有看过上天这么明显的警示世人。很多东西哦，上天警示世人，很多都是什么？我们牵强附会的。但这件事情我从头看，一直看，就讲要找出一个破绽，我跟你讲找不到，真的没有破绽。那是上天的艺术了。上天为什么要给予这样？因为台湾这块宝岛，台湾是波斗台湾人的善良，让上天知道说我再不出手哦，台湾真的会被这些人卖给共匪。共匪是无神论，你说神明会不会保护共匪？当然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无神论啊，你就否定我们神明的神界的存在，所以神明是不会保护共匪的。那如果台湾让共匪强占呢？这些和尚，这些什么基督教徒，这些所有的教徒，所以都要什么？都要被迫害嘛，像中国一样啊。中国之前基督徒还没事哦。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所有的什么教院全部都那个十字架都被拉掉了嘛，所有的佛教团体都被什么？被共产党把它承包给莆田系，用来赚钱。所以，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所有的神明都第一照样是神明，第二照样才是人类。你从这个前提来看，为什么神明要警示你？我们这块乐土，我们的什么？我们所有信仰都是嘛，所有信仰都是自由的。你想要信谁，没有人管你，除非是邪教哦。哎，就算信邪教，台湾也不管呢。除非你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政府才会管呢。你没有犯法之前，你就算信邪教，也没人管你。我们自由到这样的程度了，所以当然不可能让邪恶的东西进到台湾。可是你看，现在
这个事情为什么针对什么？针对国民党党主席？以前马英九就发生过哈，以前马英九也是在法鼓山的哈。原来马英九那个时候啊，这中神连续断3次的，法鼓山大钟净化能力超级强哦，心术不正的人马上现形。法鼓山安排从11时55分开始，每隔1分钟撞钟一次，到第6响刚好跨年。第2撞的时候，马英九手持缆绳竟然应声断裂，马英九只好走到萧万长身边，跟萧万长分半条绳子继续敲钟。第4撞时，马萧共持的那个缆绳居然也应声而断。第6撞时，站在萧对面的周习伟缆绳竟也断裂，蓝营分别在第2、第4、第6撞演出连3段。这是马英九的时阵啊，为什么都针对马英九？为什么针对国民党党主席？尤其是郑丽文，他这一次神明给他警示是最清楚的哈。为什么？我神明我也怕你啊，我也怕你，我怕你真的把无神论引进来啊，把无神论引进来，谁都什么？谁都是浩劫。他可以把你寺院拆光了是吧？教院拆光啦，什么基督教什么在他眼里都是那个嘛。所以中国人到今天得不到神的庇佑，是因为你们支持无神论的政府嘛，另激起无神论的政府嘛。然后神怎么会保佑你，是吧？神不会看个人，神看事情他不会看个别人的什么的行为，他会看整个什么，整个国家整体的运势，整体人民的行为走向，他没有办法。就像我们了哈，我们人类，以我们人类维度看一窝蚂蚁嘛，对不对？蚂蚁里面个别蚂蚁的好坏跟我没关系吧，但是你们整体这些蚂蚁的什么的动向，我才会比较关心嘛。就这个道理，所以神明不太，为什么很多人去祈祷，我要求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用。拜神如果祈求个人，其实效果都不大。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神明这个时候警示台湾人，你们再不把台湾守好，台湾被共产党抢走之后，连我们神明都受难，好不好？把这个代志让台湾人看清楚，因为这个动作台湾人是看得懂的，以台湾人的信仰来看，他是看得懂，所以这款经营根本都不需要我们过多解释，我们把它发出去给所有人看到就好，让所有人看到，这就是真正现在台湾的情况。不要以为人家看不出你在想什么。郑丽文其实他已经彻底的红化了。他红化之后，现在连国民党内部都惶恐不安，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听说什么侯友宜他们啦，然后跟谁啊？就跟朱立伦他们成立一个叫什么正常人联盟嘛？为什么叫正常联盟？你郑丽文在两龙我进雄，你亲共舔共都不正常啊！所以我们追求只是个正常人的联盟，一个进动追求正常而已啊，是吧？他们也够卑微了哈！如果台湾人你还要投他追求正常，表示他现在不正常嘛？各位朋友，他们国民党自己认为自己不正常哦，然后我们正常人还要投票给不正常的人哦，所以今天因为过年嘛，所以很多东西就不要讲的太露骨哈。大过年了哈，什么东西不要讲太露骨。Get the receiver 30块懂一些。美国这次的威胁，蓝白真的说了，对吧？新闻我说美国急了，美国为什么要急了？他出手了嘛，你看军事预算互委了，是吧？其实哪有那么困难？所以这些东西我虽然说很厌恶这些蓝白，但是我对他们党预算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是太在意，因为我一直感觉啊，这美国的代志啊，美国人他当然要出手啊，出手了，他说我这2天都在做这个节目啊，这些类似的节目啊，他出手的方法非常多哈，非常多。这样说起来，法鼓山可能就想哦，这个情况下，法鼓山今天有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法鼓山是很灵验的哦。
法鼓山是很灵验的哦，确实，我真跟各位讲，很多有没有上帝的上天的那个教院哦，在重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啦。这个事情确实可以是吧？证明法鼓山还是什么直达上天的哈，直达上天。Nielsen 150块短，谢谢。你朋友说纯朝这境外势力凭什么介入台湾政坛？哈，那中国不是境外势力吗？你问他，中国算不算境外势力啊？那中国能够这样操控台湾，你为什么没有不觉得奇怪啊？是吧？美国还真不算境外势力，台湾是美国的什么军事占领地，所以说如果他们这些小草不懂，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哈。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已经传播的够多了，现在就差什么？就差怎么传播出去了。传播出去真的很简单，我跟你讲，只有靠短影片。各位，你要传到异温层，只有短影片。我们这种长篇大论，他们不会来听的啦。立功小草会来听我的节目吗？可能性很小。可是无意间跳出来的短影片，多多少少会他们多多少少会看。所以短影片，我们很多短影片超过10几万、20几万，我还有短影片超过100万的点阅的。你想想看，有100万点阅，就有100万人看过我的节目，他就有100万人受过我们的算启蒙也好啊，是吧？所以短影片很重要，大家真的要帮忙传播短影片。然后你看啊，最近很多孙中山的信徒在我这边留言了哈。其实说真心话啦，我可以理解说他第一次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他内心的震撼。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吹牛，我们讲的都是事实。很多朋友说你要查民国史哦，近代史，你去英国查，不要在台湾查，不要在中国查，没有真相。你到英国去查，到美国图书馆去查，所有的真相都历历在目。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历史的人不要在台湾学什么历史，是吧？你在台湾学什么历史？台湾那些教历史像什么罗志强他们那一群人自己脑袋都不清楚，他能教你什么？台湾的历史学家终其一生在研究那些假的东西，结果他一辈子也没跳脱出这个漩涡。你觉得他脑袋好吗？所以历史要去海外看，就包括蒋介石的日记，在美国某个大学，哈佛还是什么，都可以看到，所以是可以查阅到啊。这东西不用争嘛，你跟我争干什么呢？你第一次听到我讲这些东西，你很震撼了，就不可能哦。孙中山是你的心目中伟人，其实你讲不出他哪里伟大，我就问你，他说对吧？孙中山这种人，他能写出五权宪法，我都快最可笑就是五权宪法。我就问各位了，五权宪法是什么？什么叫五权宪法？人家三权分立里面加一个考试跟监察，这个是最没读书人做的事，好不好？各位，我就问你，为什么要五权宪法？三权分立足够了，他就是要做狗尾续貂，你听过没有？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加上一个考试跟一个监察。我就问你，考试跟监察，考试可以放在行政权里面，好不好？监察本来就是司法权里面就有，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弄出来？然后另外再什么荒天下之大稽？然后各位在想，哎呦，就搞他好厉害哦！你看他还会做无权宪法。超过3回就会写五权宪法了，我真跟你讲，所以我一直他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时候，万言书为什么李鸿章看都不看，把他丢出去？为什么？全部在说大词，什么呼口号，没有一点施行的细则。就可能我想搞你要叫我跟你一个模块，然后讲一些大词，讲一些形容词的话，讲一些呼口话，我想搞，你们叫我国父好不好？还有什么搞所以孙中山为什么叫孙大炮？孙大炮这3个字在广东话里面就是吹牛不打草稿的意思，好不好？人更党人讲吹牛不打草稿，还有很多讲他孙什么博士，他这边最高学历就是什么？香港西医学院是有毕业啦。
但是那个学院没有被承认。那个学院后面是李嘉诚的那个独资的那个叫什么反正是个还是他是个大学，是个不错的大学。可是当时他读的时候，这个大学就是还没有被立案，所以就只是一个什么野鸡大学，贩卖学历的一个大学。因为英国的香港的什么的那个教育机关不承认这个学校，说你这个学校根本没有照英国的什么培养医生的什么的程序去培养出来嘛，所以把你认定为野鸡大学。这款人你跟他讲会朴素，你朴这个根啊朴素。这些东西我都大过年不要讲太难听哦，我就把那些东西让你们自己去查，让那些是吧？让那些到今天脑子还没清楚的自己去查嘛，是吧？因为这种确实很多，那表示我们传出去的，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扩散出去了嘛。以前没有这些人没有看到我们节目，所以不是以前人以前就接受，现在不接受，是以前人没有看到我的节目，现在看到我的节目多了，开始反驳的越多，可以没关系。你要用反驳，表示你有想要认清，你想要真相，请你自己去查，好不好？现在台湾的互联网没有加盖哈，太平洋我看过啊，就是台湾的什么？台湾没有防火墙。如果在台湾你都查不到这些东西的话，那是你真的，你对电脑的应用真的是太差了哈。所以说这款代志，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我跟你起一个头。开一个头，让你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相是什么，你一定要自己去了解，否则没有人能帮你，好不好？大师挺30块短，谢谢。13年前，法鼓山圣严法师就提醒台湾人，隔壁党无法用常理解释，台湾要保持警戒，不要轻信隔壁攻打台湾的预言，对吧？你讲。佛教里面啊，佛教这些所谓老和尚了哈，这些什么法师啊，基本都是中国来的，都是外省籍的。如果像圣严法师他这样的理解，我就觉得非常了不起。但是我是觉得啊，你观看一个，你观察一个法师，正法师还是邪法师哦，你看他对中国的态度，因为我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什么宗教的工作者是支持中国那种无神论，因为一直是无神论，你别去支持一下，人家就先否定了你，让你去支持他，是吧？净空法师说什么？习近平是什么菩萨成愿再来过了不起哦？啊，从这个我就把他踢到太平洋去了，在我眼里我就踢到粪坑里嘛。我净空法师在我眼里就是个粪坑里的蛆而已嘛，对吧？这种人，我就跟你讲。人家这么否定你的宗教，你还把他当菩萨再来，我觉得你这种有多少学问，这种都对佛教他有多少了解，你被这种人带偏了有多严重？如果法师是邪恶的，带领你一定比人家更邪恶嘛，什么都可以邪恶哈，法师不能邪恶吧？法师自己都什么走偏了，你怎么带领信徒？所以说，台湾人你要从这个去判断。每一个法师，只要他对中共的立场，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正还是邪。因为不可能有一个法师去认同一个否定我们整个宗教的人，他不是否定你们佛教而已，他全世界佛信仰都否定，他叫无神论啊，他都不承认你了，那你还怎么样？你还去认同他？哈，很正常哈，就简单的道理实在是很简单了，看你怎么去想清楚了哈？对啊，到海外图书馆去查，这问代志，你觉得我说不对，你跟我辩没有用，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是对，但是我讲的对的时候，已经打破你的认知了嘛？那打破你跟我来，你与其用时间来跟我辩，你不如到海外去找资料哈。这样，如果懂得从海外找资料的人，那个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们敢这样讲，表示我们没有说谎嘛？我如果敢说谎，我哪里敢叫你去找这个什么？去找个正确的论述嘛，好不好？对啊，他哥哥在旧金山，不是，就是在檀香山有一个很大的农场啊，就因为他卖了多少牛啊，
来帮他革命，结果都全部都被他玩掉了哈。哦，那个陶成章，陶成章陶成章是蒋介石暗杀，蒋介石自己承认，在他日记里面，他承认他暗杀了陶成章，还把暗杀陶成章的过程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暗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要查孙中山的钱，募了那么多钱，几万块的什么银元哦，前后好多次哦，几万块的银总数好几十万的银元，几十万很吓人呢，这恐怖受理呢，被你孙中山拿去哪里啊？玩女人玩掉了。陶成章要查你的账，查了几次嘛？结果孙中山怕啥？派盖鸠去暗杀陶成章嘛。这个事情，蒋介石自己承认哈，在他的日记里面写的，你就知道这些丑陋的近代史，丑陋的邪恶的人们，用这一套最邪恶的东西来统治台湾，说谎。所以你就是谎言治国，每一个谎言治国的政权之下，你都觉得处处都是漏洞。所以说近代史没有一个学好的哈，为什么没有一个学好？他没有逻辑嘛，他东凑西凑嘛。如果有逻辑，他今天他这个凑不出来嘛。对吧？我常讲，真正的什么？真的陈炯明，把陈炯明说成陈炯明叛乱，陈炯明叛什么乱？那个最早广东最早的军阀就是陈炯明啊，是你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去打人家，才说人家叛乱。我也说在，我在这边做几十年了，你来打我，变成我是叛徒哦，是吧？汪精卫判在写上，汪精卫自己的省份哈，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这些都是其实近代史真的，如果我们有兴趣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朋友，我真的建议你们啊，既然你要学历史啦，虽然我觉得历史不值得学，但如果你要学历史，请你自己去好好的把近代史所有不合理的东西，你全部把它重新整理过，这样我就配合你。这样你学历史就有说，我学历史就是为了嘛破除这些假历史。这样我说这个人厉害，你这个人有抱负，而不是跟着人家的谎言在那边翩翩起舞嘛，这是最丢脸的事情。如果你学历史学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破除那些假历史，那我跟你讲，你就是我心目中最看不起的那一群人。你连大学生的，你说大学生，你根本没有资格当大学生。大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我们以前在读书，他妈的，只要一点点什么，我觉得不合理，我们都会跟老师争到底啊。我们从来都这种人哦。所以说，公告的公下来，因为过年嘛，过年啊，大家讲一些让更多人能够理解的东西啦，好不好？郑达文就讲话太多被电到，不是讲话被电到，是整个国家国运的问题。上天已经发现说，这个人被共产党收买到，他已经完全没有站在台湾的立场，他纯粹挑明就摊开，我就是站在共会立场，我来讲这些话。他做每一件事都站在共会的立场，他已经不演了，你还替他演什么？台湾的朋友们，人家不演了，人家直接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每一句话，我们台湾人不需要再帮他找借口，连上天都看不下去。所以我说，美国急了 ，AIT 也急了，上天也急了。我希望这样的说法能够让台湾人看清楚，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对神的信仰是很虔诚的。不然你如果说佛教徒，我想问你啊，他在郑丽文那个动作，你把他影片再看。你看100次，你都会发现没有人作假，而且感觉到那个佛法那个什么，那个正信正念往他身上灌进他身体的时候，他全身是发抖的，一时那好像有点坐立不安呐，他就又颠掉，你听啊，那就被佛法电到。这个动作让全世界看到佛法还是存在的，因为不是什么。不是迷信了哈，太大哈，这个东西太大条了，所以我刚刚讲了哈，所以我刚刚讲啊，连上天都觉得这样下去哈，
所以说啊，我一直都讲了，其实对台湾的文明发展、台湾民族发展了哈，那个基督徒是贡献最大的，这点不可否认。我是佛教徒哦，我是虔诚的佛教徒哦，但是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基督徒做的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被人家带偏的也有，但是基督徒普遍比我们佛教徒更什么更关心政治，包括我们的后置啊哈，我们的后置群啊，我们这个团队最活跃的都是基督徒，我跟你讲，最活跃、最任劳任怨的，愿意去承担所有的那个都是基督徒。这点大家心里要有了解，也就是说佛教徒要站出来了哈，佛教徒终于在法鼓山的带领之下，终于佛教徒也开始出手了，这个很了不起哦，这个很了不起哦，这个代志，圣严法师他也是从中国来的人。中国人的法师今天能够有这个立场，我已经非常佩服他了。其实我们要求很低嘛，你就照着佛法就好了，你只要不要去舔共，我都接受啊。其实我跟你讲，四大名山可能只有什么，可能只有圣严法师是正常人啦，其他的我跟你讲都多多少少舔共。你讲虎公山啦，你讲中台禅师有没有舔共？那舔共才厉害了，那才不是一般的舔共是吧？所以这种法师，你说叫我们去信他吗？我们要有这个勇气的。你如果是在我眼里你是个骗子，我是不会信你，我也不怕跟你作对，你懂吗？有了，我脏了，昨天又去见那个法师了，就那个他的那个事业快要被强占那个，我昨天带我秘书长去跟他了解了嘛，我说只要我们是合法的，我就给你填到底。我昨天跟秘书长去看，就是所有的文件我看完了，你是合法的，只要你合法，我就给你填到底。如果对方又来这边谩骂，你就打电话给我，我马上过去。我不是黑社会，我一个人而已，但是我敢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合法，我不怕你把我怎么样，是不是？所以说有些事情我们要什么？正义的勇气，道德的勇气要拿出来。那我们如果走到这个年纪、这个时代正义的勇气跟道德勇气就要展现出来了。我们不用去怕任何黑社会团体，他那也不是黑社会团体啦，对方嘛不是黑社会团体，他只是想把那一块地拿回去，然后什么？因为中科在附近嘛，因为中科现在开始什么？那个地是没人要爱，我讲那个地蒙阿波边啊，没人要爱。所以那块地最后做的庙宇是最好的，可是现在因为中科的原因嘛，中科已经扩生到那附近了，他觉得赶快收回来未来一定会有人来承包的，一定会有人来租的嘛，因为他认为可能会有一些中科什么的台积电啊这些的他们协力他们的协力公司嘛来共同一定会来租它比较好价格。但是我是准备跟他们讲了，你也推荐多的了，这个庙也不大就这么一小块，既然这个合约还在，人家还在交租金，你就让人家继续带下去嘛，不影响你其他的地啦，一样用你这块，然后呢，你其他就不能用了嘛，你旁边你都可以用啊，所有都可以，只是这得那个老的，这就给他留着寺庙，对你的福报也有帮助嘛，你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台湾人去赶尽杀绝有庙宇的老师傅，你就欺负人家，人家那欺负人了嘛？因为那庙宇实际上一个老法师跟一个叔叔一个信徒的叔在那边帮忙扫地而已，是个比较，因为信徒都被他赶走了，信徒都叫关了，所以我其实我现在不担心他来抢，因为他也没办法抢，我就要介入他就没办法抢。可是问题是他的信徒都走光了，这也是一个麻烦，能不能撑下去这也是个问题尽人事的，听天命啦。我觉得我觉得咱台湾人咱既然是有教导，我们为佛教为做一些事，我也是愿意的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有人站出来，你就是欺负老人家，你知道吗？但是他也没有说很狠就是叫一个人叫一个人在他门口那边天天在那边敲东西那边骂啦什么。我说如果过完年如果还再敢这样我去你这边住1个月，我来西耶做多几礼拜，我给你挺到底了。
我真跟你讲，这个才是我们有正信的人要做的事情，而我们不会被什么邪恶东西带领，好不好？好。对啊，佛法出世啊，基督教才是入世啊，所以我觉得佛法应该入世一点了啊。我觉得佛法应该入世一点了，这确实是这样啦。除夕，昨天有一个影片呢，除夕嘛，除夕叫除夕嘛，然后习近平就把习近平画成一个什么，一个漫画，画成一个恶魔嘛，然后很多人民是拿火箭炮打他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影片哦，真的是我不知道谁做的，除夕嘛，是吧？哈，好。我是不知道啦，我是不知道他这个谁，我是不知道他们有我不知道净空有说要双修啦，哇靠，原来讲双修有真正哦，看得出来不是一个聪明人，好不好？佛教可以辩经，你们知道吗？所以佛教对经典对什么实体东西是可以辩论的，不要以为说法师高不可攀一定是行哦，不能去碰它，放屁的！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我跟你讲，你做对我就服你了，你做不对我第一个敢打你了。我主宰了，我都敢反慈济了，我有什么不敢反的？如果慈济不是慈济让我什么第一下架所有的影片，第二交回委员证，我也不会去打他，是吧？那你这样做你就是邪教了嘛，是吧？至少这件事情对我这件事情你是错的嘛。你嘛有人出来抖 cam 嘛，你嘛有人出来抖 cam 嘛，我照打不误啊！你团队越大，我打得越爽，好不好？这就是我的个性，好不好？我的个性，你天王老子，我共匪我都敢打了，我怎么不敢打你们这一个小团体？是不是？啊，共匪我的怕打得那么爽，我还怕你这些东西啊？问题是我没有乱打，我有乱打吗？是不是？我没有无中生有过，我从来没有无中生有过，好不好？好。对啊，袁隆斌你看嘛，袁隆斌最近他的那个影片我都有听了哦。其实他讲的东西跟我的认知是比较接近的啦。他不是说北京官场狂议习近平是孬种怂货吗？长期酗酒早就怎样？他说习近平长期酗酒早就不行了，他早就不能人道，所以他人格变成什么扭曲嘛？就像某一个霸呆，他也不能人道啊。他不是瘦3公分吗？人男人，我真跟你讲，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这样讲什么，男人在两性关系如果得到满足、得到和谐，这个人格会比较健康。绝大部分男人的那种什么变态心理从哪里来的人格缺陷，从两性关系来的。所以很多男人一辈子在想念他的白月光，很多男人一辈子在想念他的白月光，因为他要想爱一个人，他爱不到啊。这种的一般男人的人格的缺陷就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也说不说这个是我的事，个人事不讲啊。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在这方面有缺陷，你还是要稍稍远离他一下，你看骂呆为什么变得这么变态，是不是？这从他的中就知道这个人居然不行，我靠，那他脸他又不行，而且是脸前秘书，所以他的人格开始嘛，他人格开始偏颇。他们讲袁隆斌讲习近平也是这样啊，这个我也是相信啊，因为一个男人他的什么，他也不是有高深的学问，他人生有没有多高精神的追求？他能追求就是嘛，肉体的追求啊，肉体的追求没有，然后我就追求什么权力嘛。男人不会说女人跟权力，男人一辈子追求女人跟权力嘛，这是一般俗世的人，没有什么没有超越自己的人，这两种追求是不能少的。那你就像他既然没有那一方的追求，只能往极限的权力嘛。他为了极限权力追求，他其实比谁都狠。你觉得他完全没有朋友，所有他的恩人、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什么都不要，好不好？所有帮他上台的人他都不要，他全部都砍掉了嘛，信不信？
王岐山嘛被他砍掉了嘛，是不是？现在张二侠被他砍掉了嘛，刘源他们这些人嘛，是吧？胡锦涛才是真帮他最多的人。我不讲胡锦涛跟美国是帮了习近平上台的人。胡锦涛当时嘛，薄熙来部队跟中央部队，薄熙来那个是什么？是武警而已哦，公安武警跟中央部队僵持多久啊？僵持，因为王立军的事嘛。如果不是你胡锦涛打了十几通电话去把他骗，十几通电话去骗薄熙来说你放下军权，我已经保你们全家安全，不要打内战。那我问你，那个时候会打内战，现在就不会打内战吗？啊，所以说嘛，中国未来会败在这个内战上面，很快啊，最近很快啊，最近已经听到很多说什么，说张二侠又要出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太多说法不。反正到今天为止了哈，到今天为止，5大军区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发表支持习近平的宣言，没有。但是张二侠确实也没有再出来，也就是表示什么？内斗还很厉害，他们内斗现在还没完，各位嘛，所以我们还是要静观其变的。现在内斗还没有完，军方现在到底归谁指挥？现在我看很难说了。真的军方现在归习近平指挥吗？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军方归习近平指挥，他5大军区的人他会全部什么？他会口径一致，然后什么歌功颂德习近平，可是完全没有，到今天完全没有，好不好啊？这种事情其实我们讲也讲不清楚啦，讲不清楚的话，我们就静观其变。波好像在加拿大，好像在加拿大。对啊，王小红被赶下来，我就问你啊，他靠王小红，靠什么蔡奇去搞张二侠，现在王小红也被搞下来了。昨天听那个谁，听了袁宏斌讲，他说刘源率领部队跟什么跟蔡奇的部队对干，开火了，然后呢，蔡奇屁股被打一枪，败退了嘛，所以。这个最新的消息，我跟你讲，现在中国消息很多了啊，到底真的假大概静观其变，我也不敢讲太多，讲太快，但是这种消息天天都有嘛，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合理啊。刘源在部队里面其实他刘源现在登高一呼，绝对部队听他的啦，这个我们在中国是了解的所以也就是到今天为止，中国完全没有明朗化，没有关系啊，明朗化没有明朗化，我们继续看啦，那继续看戏嘛，对吧？看戏嘛。你这样越消耗，中国越没有能力打台湾，内部已经消耗成这个样子，你要打什么台湾？信不信？所以说嘛，这件事情可以从很多东西去了解啦。博瓜瓜当时前一阵子开始有人报道他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时候是有人要什么？有人觉得现在谁都带领不了谁都掌握不了这个国家了他们想要把什么薄熙来弄出来，他们只有薄熙来有能力，可是最后还是不行，应该是美国不同意啦。薄熙来那个人那个出来，绝对对中国没有好处了，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了。李宽郎比谁都狠了，而且薄熙来是真的有能力的人，不是习大傻你绝对不会有人叫他薄大傻的。我跟你讲，习近平我可以叫他习大傻，我不会叫薄熙来叫薄大傻的。薄熙来很邪恶，非常非常邪恶所以他应该又被压下去了，是不是？习近平打不了台湾了，中国也没有能力打台湾了，这个都不用怕。是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说美国急了 ，AIT 急了，上天也急了，这个论述可以让很多人相信嘛。我们来讲这久的嘛，讲这久的代志，我们一个一个要展现给朋友们看啦。有塔山讲的话，它是有根据的。我们讲的每一件事情，它都在印证嘛，是吧？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大过年的这个郑丽文这个事情传得那么大，确实太奇妙。我跟你讲，确实太奇妙确实太奇妙。对啊，我们这两天
这两天不是讲那个欧洲嘛，欧洲没落的原因嘛，是吧？欧洲为什么没落到今天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敢说我们是右派的政党？台面上现在只有台联勉强成为右派哦。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讲说，现在已经开始很多人讲，哎呦，台联在走右派路线嘛，因为他不是办了一个查理克克的那个什么的纪念会嘛，哈，很厉害，很不错，我支持。我觉得台联如果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是很不错，但是后面要持续哈，是要持续，也就是什么，右派在台湾虽然台联办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已经被很多人慢慢的再去报道，因为大家觉得需要一个右派政党，左派确实已经走不下去了。我真的很想提醒赖清德先生、大总统们，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怎样，这个代志左倾是走不下去的。这个朋友写了一个帖子，我们来念一下啦。这留言呢，我最近比较喜欢，我觉得我们朋友留言都很高级，我来念一下了哈。廖董对欧洲的推论完全正确。我住在荷兰，在我还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工厂同事生病率20%，20%人生病请病假啊。有一批人他们一请病假就是3到6个月，或者1年半，不会超过2年，因为如果超过2年，你就会被辞退，被退出工作市场，你还可以领薪水的70%，每个月哦。看到这里你都快要吐了，因为荷兰的社会福利真的是荒谬，不是荷兰，欧洲、北欧都这样，所以左派政权都在要讲人权。人权是我认为人权是应该怎么讲？当你努力奋斗的阶段，如果做到不公不义的对待的话，这个时候政府可以介入，那个叫做人权，而不是养一群懒人。左派现在最严重的是养一群懒人。我那一个月赚5万了哈，啊我说我生病了，我不想上班了，7成嘛，5万不能赚5万，就要没上班赚3万5，谁要上班？那我就不上班了。我上班3万5，我生活过简单也可以过，要不然我再去做一些什么私人的事情啊，是吧？那我就这样的国家承担以前呢，你欧洲毕竟是以前是什么？已开发国家，所以你们的那个什么，你们的劳动的那个所得是比较高吧？你们的附加价值很高，你养得起这一群人嘛？养得起这一群人，所以因为附加价值高嘛，比如说像我精密工业啊，什么在德国的车一台，比如说宝马、奔驰，比我们台湾卖的贵嘛，那就是说你的东西确实有它的附加价值，有附加价值的国家，它养得起这些闲人嘛。可是呢，当世界走入第3次工业革命叫晶片的时候，你欧洲就开始落后，直到今天的 AI， 第4次工业革命的 AI， 你欧洲完全空白了嘛。晶片它已经落后了哦，晶片他们有几个易发半导体，那个极少，整个欧洲才1、2个，像有一点点半导体的，一点点都很少。半导体就晶片它已经落后了嘛，结果在 AI 它全部空白。空白之后，他还要养那么大的人群，如果不上班还有70%，我问你，这样的社会福利他撑不下去，而且人民没有罪恶感，这国家养我是应该的，他没有罪恶感，那这个国家就慢慢的就非洲化了。所以台湾如果前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镜子给你看，你这样左派继续走下去会像欧洲比我们强多少？以前欧洲比我们强多少，他都撑不下去，你台湾撑得下去吗？是不是？所以台湾真的往右转，而且当川普全世界真的敢带领全世界走右转的就是川普，我真的觉得这种人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他能够跟世界的左交对抗，而且还带起了一个风潮，就是把日本的高市早苗也带上去了，唯独带不动台湾。你说我们要不要生气嘛？你说我们要不要呼吁赖清德嘛？有些人说，所以我是尽量不骂赖清德了。说真心话，我觉得我现在在骂他没什么意思了哈。我现在是尽量不骂赖清德了，
但是我们在第一岛链最前沿，我们应该什么？应该扛起这个责任才对嘛，对不对？我们如果台湾能够扛起这个责任，我会骂他吗？各位，我有那么无聊吗？我一把想赢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我们台湾要确立一个正确的方向嘛。所以我们的台美党已经成立了嘛，是吧？已经算成立了嘛。所以我们敢什么？敢用右派的政党的招牌挂上去嘛？你看哦，台联那么一个小动作，办了一个查理克克的纪念会而已哦，已经开始很多人在推崇他是右派政党哦。他右派吗？有了，他有右派，可是他这个我认为台联是比较没有能量的右派了。我们欢迎台联来跟我们合作啊，我愿意啊，我愿意跟所有的要走右派的人合作啊，我都愿意啊，是不是？赖330等谢谢。中国气势已尽，国家无法回复了，不可能回复了，不可能回复了。中国人如果有勇气啊，有决心啊，拿命跟他拼一下，把共产党拉下来，中国还有机会。可是不可能。现在中国人到今天了哈，到今天中国人别争啊，我明天没有饭吃了，我可能才有机会出来了。现在他们那种血性。有血性、有知识、有能力的，都在文革被杀光了。所以在文革能够幸免于难、活到后面的人，都是什么？都是贪生怕死之辈。所以你们的祖上贪生怕死，教育出来的后代也都是贪生怕死，所以才会被共产党这么蹂躏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像样的什么反对运动，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对运动。这在其他国家早就什么反抗军四起了。所以共会就厉害，共会他统治你之前呢，就像国民党来是这样，228把我们台湾的精英先杀掉一批嘛，这招很厉害，我跟你讲，也让台湾这么多年虽然说啊，早期有些反抗运动，在后面我们台湾人那时候没有全部出来主张台湾独立嘛，所以我们没有像北越能够独立，对不对？没有像朝鲜能够独立嘛，没有像什么？没有，台湾唯一有一次独立的机会，就是那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台湾人如果群起主张的时候，那又不一样了。但是美国他那个时候对不起台湾人了，他让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让一群什么流寇式的部队，带着枪带着武器来到台湾。统治的这一块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而你美国没有给我，当然后面美国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美国援助嘛，那所以说，当然台湾的民主最后也是美国支持起来，可是美国最大的错就不应该，你要让蒋介石这些部队来哦，你要把它解除武装嘛，你把它解除武装，然后台湾由美国管理嘛，像什么，像管理日本一样，那个时候就 OK 了，什么事都没有，结果你害了台湾人多少人惨遭毒手。所以美国欠台湾的哈，我们要求美国把台湾收回去，他欠我们的，国民党更不用讲了，国民党在我们的眼里哈，他妈的早晚要把它灭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台美党的责任啊，是入美国，但是入美国之前一定要先把国民党灭了。如果你不能把国民党灭了，你入美的公投都不会过。跟各位讲。很多讲说啊，希望我要小心安全啊，怕国民党派的像什么像江南案那天派的那个暗杀啊，唉，我不惊这呢，我真正不惊这。啊，惊这哈，我跟你讲，你不怕他就怕你了。我如果怕这个东西，我在中国就不敢干了。但是我不是个表现我用，不是，我说因为什么？害怕是一个人最大的弱点。害怕之后，你会自我审查。人不要害怕。你如果害怕之后哈，我带保镖我就怕他了，我惊一下。我带保镖怕，就表示我怕他了。我怕他之后什么？我就自我审查。我们政党就垮下来，士气就垮下来了嘛。我哪去惊一些啦，对吧？啊，我们活到60几岁，哪一天走了也刚好而已啊。我又没有很多遗憾。我领先活到今天这样，我还有遗憾吗？我只有理想，我已经没有遗憾，我已经只有理想，所以我不会去怕他。所以你们不要再建议我这些事情哦，建议我这些事就在示弱。
就在跟国民党示弱，哎呦，一惊，你看台湾人就无大嘛。在民主国家反一个政党不天经地义吗？在美国不是吗？两个政党这样竞争不是天经地义吗？结果我这样挖国民党的什么的根，很多人就说：“哎呦，你还税里有用，我跟暗杀了。”我还讲来，国民党现在也没有那个卡小了，真的，他们也没有那个卡小了。况且，有时候求人得人，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态度了。人也许求人得人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对吧？我是真的不怕死，我不是讲大家吹牛的啦。我不是说在这边吹牛说我不怕死，我怕死的话，在中国就不敢干那些事了，好不好？大慈顶30块，短谢谢。普通圣严法师尊重国防专家的意见，台湾要团结，保持警惕，不轻信推背图这类的预言。搜寻关键字大法鼓0054，你看我从来没有讲过推背图，你有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我从来没有讲那些推背图，我从来不讲迷信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没有推背图，我内心里我也没有迷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佛学学的好像还可以，我从来不会迷信这些东西。正念我们今天在法鼓山这个事情，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上天的警示，这个不是迷信。要不然你去看啊，你把那影片怎么看有没有可能发现是吧？谁来做手脚？没有，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呢。它就不是迷信，上天在警示台湾人，我们要接到这个上帝的旨意，上天的旨意。上天说，我做一个什么示现一个什么警惕让你看嘛。啊，你如果看来没有了，那个东西都是怎么讲，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从来不讲推背图，我也从来不讲迷信的这样一个人。可是我接受这个是事实，因为它就是上天的警示。我们要分清楚，迷信跟正信它是有差的。一定要基本上把它看清楚，你就不会彷徨了，好不好 ？John 30块懂了，谢谢大家，新年快乐！廖董也可以聊聊阿公为什么怎么用资金来支持和绑定妙天。我相信阿公一定有他资助妙天跟他的集团。我跟各位讲，很多人叫我讲妙天了，我不知道妙天，我也不懂妙天，所以我不敢说呢。妙天当时嘛弄得那么大，为什么还能活下来？我不知道。但是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讲了哈。确实我不知道啊，妙天跟共产党的到底是因为一群傻逼妈的还在信他，还是说中共的支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要蛮灵了哈，我没有那么万能了。但是这种如果像这种邪恶的集团，慢慢的会在我们年轻人的一代啦，老一辈还是很容易被绑架。所以为什么以前什么在前面有分身那个叫什么？反正以前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已经被什么？都已经被识破了，被判刑了，他的信徒还是不散哦。这个就是台湾人是这样没有错哦，非常多这种情况哦哈。但是这些东西只能说这些人愚痴嘛，你没有办法。那些对啊，宋七力那些人啊，这些人最后他的信徒都还在耶。很奇怪哦，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台湾人不是大家都爱看哈，我真跟各位讲，台湾人那个脑袋不是很好，我跟你讲，底层的人脑袋真的不好，底层的人是可以什么被洗脑一辈子都睁不开的，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只是嘛需要我们来带领，我们也不用去骂他们了，他就是一款狼，你没有法都改变不了，所以妙天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解答，因为我对他不了解了，好不好？了解我就敢说了哈。他当然有问题啊，他妙天本来就有问题，这有什么？只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要讲啦，不要那去讲讲凶掉哦。台湾人的贪嗔痴，我觉得还是蛮严重的。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传承正信，到今天一般人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能力去了解真正的宗教，所以台湾人绝大部分的信教还是在求嘛，好像在跟神明跟神明谈交易嘛。哎，我给你拜拜啊，你来保庇我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要求神明给我保庇什么，我从来没有拜祖先说，哎呦，这祖先的保庇我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祖先没有那个能力啊。我们的祖先可能自己连生存都是件困难的事情。
他凭什么死了之后就有能力给你波比呢？是吧？我们祖先可能死了之后，他可能还在另外一个空间还在挣扎，他怎么能把你波比呢？所以不要去打扰他们。我的想法是所以我从来没有要求祖先啊或者神明给你保佑，我通常觉得这些东西都要靠自己。我从来不会觉得人要需要靠别人了。我不要说靠神明了，你也不要想靠别人了。我这一辈子一切都我自己承担。我有5个大姊啊，还有父母呢，我是大囝跟大孙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得到过家人1分钱的帮助，1分钱都没有过。所以不要讲说我5个大姊啊，大孙大囝，我有叫后面。我小时候是很好命了，我上高中毕业之后就非常辛苦了。我上大学之后就很辛苦了，都靠自己嘛。我说过我大学是靠自己的嘛。我突然我现在突然回忆起来，我的这几块领星啊，我虽然是老六了，我5个姐姐嘛，我是老六，可是我在家是以老大自居，我也是以老大被家族认同。我阿姐啦，我3姐过身啦，我3姐过身，然后什么？我3姐，我那时候在美国，在中国，他叫我回来，我说什么事吗？啊，我阿姐过身，哦，我阿姐过身，我就回来念书嘛。他们叫我要红丁了。其实我不懂什么叫红丁，你知道吗？干啥呢？怎么会这样？我是晚辈呢，为什么我晚辈来给长辈红丁？他说你大孙跟大囝，你是大孙，台湾人，这是台湾哦。所以说我一直是扛着家族的什么？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痛苦啊？是因为什么？不是痛苦啦，这里辛苦啦，应该是扛着家族的业障啊，终于还完了，到60岁那年才还完了，否则我就没有相信有一个人会这样。从小我真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啊，我会被疼痛折磨快40年，疼痛折磨40年，信不信？但是我也没有觉得人生很苦啊，我从来觉得人生很快乐啊，对吧？然后我们的父母过世之后，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家庭，为了我还有2个，一个比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啊。父母过世之后，我就觉得把这2个照顾好就好嘛。所以我父母留下来的财产，我全部给我弟，我1毛钱没拿了。我妹要结婚的时候，我把我的一套房子给她做嫁妆嘛。为了什么？为了不要让人家看出，你是没老爸老母，没老爸老母想好啊，我大兄啊，我们做这些东西啊。可是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亲人1毛钱的帮助，哪怕你在最落魄的时候，而且什么，我回来4年前回来，被认定我是个2手空空回来的人，因为我上电视节目就说我上电视节目就把我说我是个在中国嘛，数我几口地就等来了，亲戚朋友同学家人都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讲，没有人理你。我回来，我还以为说回来回来自己家做啊。其实我跟你讲，兄弟姐妹、朋友、同学，没有人会理你，因为他觉得你就是个落魄的人，你就是个一无所有的人。这就是人性啊！不管你以前为别人做过多少，到今天这个大过年，我们做一个自己的检讨一下哈。我们只做自己，我也没有遗憾啦。我到今天也没有说，我也站那不要走。我到今天都没有，我觉得没有后悔过，你知道？我到今天都没有后悔过。但是什么？我们这样走的比较什么？比较没有挂碍啊，是吧？人上惊啥啦？我觉得比以前幸福。我小时候非常容易担心的，这个姐姐还没有回来，这个谁爸爸还没有回来，我跟我妈妈一样担心，我妈很会担心，我跟她一样，我都给她传染掉啊。你刚才反了，直接反了黑了但是像我现在这样我反而觉得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因为我才发现没有人把你当一回事，那你都没有把我当一回事，我也没有把你当一回事，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解脱了，解脱这个亲情的束缚。我才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成熟、成长。不要去相信谁，不要觉得别人会帮你，哪怕他这辈子受我恩惠的人不少啊。在中国那些很多台湾人走投无路，我帮了很多台湾人，最后都变成敌人，你知道吗？因为人是这样的，你无缘无故帮了我，但是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回馈你，所以我只能怎么样？我这里说你不好啊。我就把你打压下去，我把你诽谤下去啊，然后我欠你就不用还了。
他就把你心目中把你打成一个坏人，这样，哎，你帮我那么多，那我就不用还你了。这是人性，人性很，我们到这个年纪才真正懂人性，所以真正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谁都不要去想。我跟你讲，现在我身边有谁过世，我根本就不放在心里了。我第一次，我爸妈大姐、二姐、三姐都过世了。我在中国那时候听到我二姐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去跪楼考的，我止不住那种悲伤啊，因为觉得自己的亲人这样，兄弟姐妹那么亲。现在我跟你讲，根本就我已经不把亲情当做一回事了，亲情在我这里不存在了，好不好？不存在了，不是你受什么受伤，没有，我是觉得我把它看透了。你如果能够把这个东西看透了，因为我讲个人有个人的命啊。如果你的兄弟姐妹今天生病了过世了，我跟你讲，那个是他的命，我本来就帮不了你，我干嘛跟着你在那边痛苦呢？因为我自己在挣扎的时候，你们也没有人帮过我人本来就是这样，兄弟姐妹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你讲，只是上天借着你父母让你们降临到这个世界，其实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缘分的，我跟你讲，没有任何缘分，好不好？所以我讲说，我的人生的责任尽完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出家，就是因为这样，我已经不再被这些东西牵挂，不再被亲情绑架，谁都绑架不了我。这个世界，所以说为什么我选择一个人呢？很简单啊，我们这个年纪就一定要选择一个人。人年纪越大越麻烦，你知道吗？人年纪越大越什么？要求越多。我们年纪越大是吧？条件越差，但是我们要求越多。我们不像年轻的时候，哎呀，20几岁的时候，两个都荷尔蒙正强的时候，为了相爱可以在一起。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再跟人家在一起？为什么？我双方荷尔蒙都不强，就是那个爱不够真诚。所以现在这个年纪要跟我在一起，我跟你讲，两个人都在打个拢在算盘呀，大家都在计算，哎呦，你有多少东西，我有多少东西，哎，我跟你在一起划不划算？哎，我有钱，你没钱，这样你会占我便宜。最后我跟你讲，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荷尔蒙，所以你说真心话了，女人过了25岁，她的荷尔蒙也在降低了，所以你要找你如果没有能力找年轻人，你找老的，我跟你讲。不是说老女人不好，也不是说老男人不好，因为他们都太现实了。我自己承认我也现实啊，是吧？你现在一个人刚在，我们会觉得，哎呀，你能帮我什么？你能给我什么？我能给你什么？如果只是什么？如果只是说爱没有不存在，这个年纪哪有什么爱？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哈，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其实到了一个程度，大概东西算计了，你算计他，他算计你了，好不好？34岁如狼似虎，但是我跟你讲啊，他50岁之后，你能算计的比你还清楚了，因为他也没有爱情了，他自己都没有什么荷尔蒙了，他有什么爱情？是不是？这就是一样的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可以忍受一些东西，现在我没有办法忍受了。我一直觉得你这个哪个地方不符合我的我就不要了嘛。所以说，人本来就不是群居动物，我认为人本来就不是群居动物，人本来就是要靠自己，好不好啊？什么打荷尔蒙这些谈恋爱，下伟哥，我这个年纪搞不同，后面一定不足，这有什么奇怪呢？是吧？但是这个是好事啊，卖好的规缸都公司，那整天都要在想女人啊。我跟你讲，那个才是最麻烦的，因为你搞不同太强，你每天想女人，其实很多东西你们本来不合适。年轻的时候本来不合适，会勉强在一起，是搞不同太高。到了我们这种年纪的时候呢，我没有反对再找哦，我也没有说我一定不会再婚哦。可是至少要遇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速配的人。我这一辈子很奇怪哈，我的2个老婆都是什么？都属于什么？都会搞惯你啊，什么事都要管，每天都要给你从头管到尾那种的。
而我就是个绝对自由主义者。所以我说我今天能够做这个事情，我最大的优势是因为我单身。我如果没有单身，我跟你讲了，我做这个事哦，没有一个人会同意啊。但是什么？那什么？每个年纪做每个年纪的事情啊，是不是？好 ，PK 14块懂了，谢谢这位新朋友哈。对啊，讲是过年讲这些事情啦。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到这个年纪还陷在那个感情的纠纷里嘛。真的不要做傻，不值得。我跟你讲，真的不值得。如果一份感情让你感到纠结，你就赶快离开。真正适合你的婚姻，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人一辈子一定会遇到一两个跟你很契合的人。如果你做每件事，你的老婆都反对，这个老婆你真的要赶快把她赶快把她踢了。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一辈子被老婆嫌弃，你知道。一辈子被老婆嫌弃的，我2个老婆都这样，我一辈子被老婆嫌弃啊。其实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都说，其实朋友当中我的朋友都很认同。我说，哎呦，这么多朋友当中，我觉得你是最有担当、最有能力的人。可是我说奇怪，我们家女人从来都对我都就不屑，你听哦。这起来咩嘛，因为我这辈子没有遇到真正适合的女人。到了60几岁，我都还自认我没有遇到过对自己最合适的人。那我这一辈子就不要找了，是吧？就这样过有什么不好？好，大过年的讲一些没关系的，哎，是啊，对啊，如果男人年纪越大越要受拘束哦，那我就觉得生不如死了嘛。所以我不会羡慕那个老夫老妻那种，我不太会羡慕那个啊。我反而羡慕那个自由自在的人。我现在想干嘛就干嘛，我今天明天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后天去哪里，我开着车到花东去，我现在随时我后天飞机一坐就出国去了，我不用问任何人，我不用说我要出国的赛不？不用去问任何人啊，多好的人生啊，好不好？台北党创党夫人有谱哦。我已经讲，我不什么，不特别去拒绝，但是如果不是最合适那个人来，就2个人真的从相处都没有任何冲突，那2个互相很理解对方呢，替对方着想啊，2个在一起很舒服。我常讲，2个人在一起要比1个人在一起更舒服，那个时候才要结婚，才会在一起，否则2次冲突我就走了，我就离开了，哈。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了哈。对啊，就是这样。主游啦，其实你如果让自己自由自在的话，我觉得你发挥的能力，那个能力会更强大。真的，我跟各位讲，每个人都有天命，各位你相信我这句话，每个人都有天命。我今天如果回来的时候不是在做自媒体，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你们口中一个失败的台商。虽然我不承认我失败了，但是就被认定我是个失败的台商，然后就默默无闻的苍老，然后呢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把你当一回事。虽然我很年轻就赚到钱了，又怎么样？可是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找到另外一个天分。也许这就是你的天分。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找自己的天分，但是那个要付出很大的决心。这个才是人生要做的事情。找到你的天命才是你要做的事情。我若没找到我的天命，说真心话，你也不认识我了。我也是一个 nobody 啊，然后我就这么每天天亮等天黑，天黑等天亮啊，然后就过完了我的人生。其实我是绝对不会这样过，我不会让自己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有很大的一个什么创业天分。大家都我朋友说你有创业天分，你其实我创过很多业哈，只不过我可能没有一个什么，人家创了业之后都有一个什么，可能人家有一个好某人来到狗了，那我一直没有办法遇到这样的人啊。台湾要懂理想化的女人都当了天马行空丢啊，你哪知？
懂安尼啊？伊讲阮囝跟阮后生哦，感觉我天马行空。你这样很老啊？怎么那么老了？就算我做自媒体，他们觉得啊，你这么老了，做什么自媒体啊？你又长得又不是很帅，又不是什么大教授、大学者，你做什么自媒体？所以我不是讲，我第一次被那个什么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儿子女儿讲说，我马上去台北接受访问，应该讲啥？爸，你不要又被骗了好不好？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人家为什么要访问你？这个是我的人生了啊！这是我的人生。你们可能觉得说，塔山姐厉害了，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厉害了。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太过于爱幻想的人，不要幻想，太理想性的人，100%理想性的人。之前我那个中国那个女朋友还就问我说，啊你刚刚讲，问那弟弟前妻啊，老二嘛，这两天跟我联络嘛，他说。他知道我在做这些，但不知道我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不敢翻墙，他是体制内的，他不敢翻墙。我说他一讲我赚钱嘛，生活费够啦，如果一个月赚个1-2千块美金有啦，都1000多块呢，他生活有够啦。一讲这样，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啦，我也不知道你的政治理想怎样了啊，只要赚钱够自己花就好了，有赚钱就好。忘他奶奶的！我做这个如果是为了赚钱，我怎么会干这个呢？干这个是做所有东西里面赚钱赚最少的，对啊，这也就是说一般人对咱的一般人不能知道我们内心有多大的抱负。一开始讲啊，你哪呢？这老这嘴回啊，个我在赚钱啊！你要去做赚钱的事，为什么要做这些？就是你们讲的天马行空啊！啊，我不能天马行空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能够理解我的人就理解我，不能理解我的无所谓啊，对吧？Jackie Lin 170块，等了谢谢，赞成每个人都有天命，要找到自己的天命，大概那种天命迷场，每个人都有天命，而是上你的元神会看到你，你已经达到这个天命了到天命的基础，他的天命就进来了。如果你一直离这个天命很远，你永远你这一辈都不知道自己的天命，所以你以为你没有天命，但是你一定自己冲到这个临界点，你天命才会进来，否则没人有天命了。但你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天命，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没有天命。天命要靠自己去争取，好不好？当然，有人讲天命不是有天命会更辛苦啦。但是看起来是辛苦，可是做得很开心啊。比如说你们觉得我的贵，你还在做节目？没有，我觉得我很开心啊。我一天就等着做节目啊，是吧？我做节目我没有觉得不好啊。你觉得我很辛苦，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什么？最好的生活方式啊，对不起哈。你就从美国之音之后开始追踪我的，那是我第一个上电视节目。从那一次开始，各个电视节目就找我了嘛。美国之音之后，所有的电视节目就找我嘛。然后我所有电视节目就绕过一圈之后，我就不想再出去了，我就不想再参加电视节目了，因为我觉得我该给节目，我自己把我的节目，我把我们节目做好比较重要了。去帮人家创收视率有什么用？哪一个节目的最高收视率不是我创的？你们去找我看，多姐节目最高收视率记录不是我创的。是吧？但是我自己的节目收视不高，因为打给领员工，我太激进了，很多人觉得我太激进了，那没有关系的哈，我们只跟听得懂的人讲啊，跟我听对啊，张宇宙本来就爱幻想，让我懂。0800已加入大时代会员5个月是吧 ？Hello 廖董，怎么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命呢？我满在，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就。有理想就去追求了，我就跟各位讲，我在中国做生意，我为什么无缘无故被拉进一个叫做民主群里面？一般人说啊，你做行李，你想搞玩这个民主群，我在民主群玩的有多大，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在民主群玩的什么？我不是说我有几百个群，甚至有个叫 Potato 的平台啊，叫土豆 Potato 平台，那个平台一个群可以有20万人。我在土豆跟微信玩的最凶，就是每个群我一进去我就开始讲，你把我拉进去一个新群，我大概前后有上千个群，我进一个群我就开始讲台湾、讲世界、讲真相、讲什么。我那时候就反正我也不管你啊，我就上去讲完这个，每个群都去讲，每天讲好几个群，所以我在中国的民主群里面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因此而被喝茶4次，我并没有退缩，这就是这个关键在这里啊。我当时在中国做这些事，只是我想要传播真相给中国朋友。可是当中国政府开始找你喝茶的时候，一般人就退掉了，很多就退了，不敢再玩了。但是我那时候还是继续玩我就觉得这好像我人好像应该不能被这个强权给什么给那个，所以我继续玩到最后必须要逃命回来。然后逃命回来说我想说。所以我以前那个威廉那个老兄弟嘛，就我那个最早那个助理嘛，他说那我们回台湾去啦，然后就来做自媒体就好了。我那时想说自媒体被冲啥，我嘛不知道自媒体也探钱没探钱啊。我说生活怎么办做一定做干。我说我们至少不至于没有生活费了，生活至少是可以的。这我就跟他做做到今天做到今天就是这样结果你看。因为收入太低，我要跟那个威廉那个朋友，我要跟他分嘛，一人分一半嘛。就他发现说，那跟你做这关来哇，因为他有负债他没有办法，说他离开我了嘛，他离开我他要去中国做生意。我就跟他讲，你中国生意上好的时候，你就赚不钱，你起码去中国那赚钱。可是人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迷失我们在民主群混那么多年他比谁都了解中国。可是那一刻他有了迷失，他又进去了，他从我这边退了，他不是我不讲了，他从我这个频道退，他也给我拿25万的补偿费吗？他要离开的我跟你我们跟你做这个频道我们赚了钱一人分一半，结果你要离开了，不是我赶你走你要离开还给我要25万的补偿费我给他了好不好？但是各位，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他没有跟我要那25万，他今天从中国再回来说，哎呀，我要再回来这个频道，我也不能说不行因为我们当时是共同创造这个天下的嘛。可是你拿了我20万，你就没有资格再回来了，对吧？这就是命，你知道吗？以我们现在的能量，我跟你讲，最后悔就是那个朋友了。我不骗你了，他后悔的要死，因为他会跟我一起在中国的微信群搞了那么久。他也被喝了几次茶他被喝茶这可能被人家公安折磨24个小时我还不敢这样折磨我因为我是老板，公安还他妈对我还是要尊重一点你说他这样的人对中国这么了解，对他跟我一样是有情怀的，可是因为他想赚钱嘛，所以他会有一个判断错误。判断错误代表什么？他回不来了，他没有办法再回到我们这个频道。他遗憾的是我遗憾，很多人就说你干嘛要给他钱他自己不做了。我说都老兄弟了，没有关系了。可是最后你会发现，这就是我讲的，人坚持，人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否则的话，你有天命，可能你的天命已经过了，因为你那一刻你产生了贪念，你想要去中国。你觉得中国可以赚更多钱？我说你中国这么多你都看我都探我，就慢不去探我。但我知道他中国现在他也混不起来了，就是你们讲坚持着到底，走对路了这个兄弟这个威廉跟我走对路了可是在最后1分钟他放弃了。基本上来讲所以讲我现在讲天命迷场。天命不是24小时跟着你的，好不好？你来25万买断也值你也够赢。20万买断不是不值，是我哪有25万给他？我还不是东凑西凑给他了，是吧？就是这样大过年讲一些那个啦，我敢这样讲就表示我是如果我今天吹牛，他就来给我留言说你放屁，我乱讲话，我敢说真话。我讲真话，我不怕你给他堵槽是吧？就是这样我周围人都知道了。这里是你讲的从天命了坚持了，每个人这么在人生每个过程都有可能有天命，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没有办法坚持到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坚持下来？人真的要存一些什么？存公平跟正义。公平跟正义不能因为利益的，这一点非常难
我跟你讲，我周围很多很有钱的人，到今天还是一切都以利益为考量啊。人永远不会觉得钱少，所以呢，绝大部分人在钱这一关是过不去的。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天命，对吧？这个就是理由。而我们年轻的时候赚钱很正常哦，年轻的时候为了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啊。可是真的有一天你要发现，你真的要为某一些理想而奋斗了哈。就是我们今天走到这里就是这样了哈。对啊，人生就是没有从头走到尾的人，真的很奇怪哦，真的很奇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你要往前冲的时候，跟不上队伍的人，他自己会掉队，不用你去赶他。我现在已经不会去赶任何人了哈，但是会开始掉队哦。比如说我们的后置有几个人离开我，我也没做什么事，我就是阻挡而已啊。哇，好像我阻个挡，好像被你讲的好像他妈的你在伤天害理啊，都把我骂一顿，走开了，离开了嘛。以前我一路上走过来，就从我开始做这4年了，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这个什么话都讲的人哦，很多人都知道，就有一些人他跟不上来了，因为他他内心达不到这样的程度，他自然有一天他突然就落队了嘛。这个就是让他坚持的啦哦。没有叫他签名啦，我跟他合作从来都是口头约定而已。我给他20万是为了什么？最后这个频道有个密码，你知道，因为他是我的后置嘛，所以我那密码在他那边嘛。我这20万，我是上个月我才跟秘书长把最后3万给他，才把密码拿回来了。现在这个频道密码在我这里了哈，之前密码都他管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可以随时把我的频道给退掉，给删除掉，你知道吗？因为密码在他身上啊，就是这样啦。嗯，对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路啊，走我们自己的路，所以要吸引同类的人。对了，有这人讲没错，吸引同频道的人，不同频的人他自然会离开，他就觉得我不过就是组个政党而已，我怎么以前跟我最好的一些朋友怎么跑掉了呢？我觉得很奇怪啊，是吧？一开始支持我很多人呢，所以跟各位讲哦，我从就我开始做频道到今天了，我跟你讲，我换了几波人了，很奇怪，别人的那个什么订阅者是越来越多哦，我是每做一件事情就要换一批人掉的，他们就自然有一批人会离开嘛。我阻挡大概跑了3000人了，哦，那个东西一直很多，然后什么，我讲什么，我讲那个什么反飞核家园那件事情哦，也跑掉几百个人，跑到几千人，他们认为我认为我在跟民进党为难嘛，所以说你讲对的事情也会跑掉一些朋友，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我不是会迎合观众的，我们的主轴我很清晰啊，我的清晰主轴很明显在走嘛，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台湾，所以我现在以前有没有人在讲什么国力级算力？有以前讲国力级算力，以前没有人在讲国力级电力嘛，现在在讲国力级电力的时候，表示我说的是对的嘛，对不对？所以开始很多，哎呦，塔上你讲丢哦，你那么早就开始讲核能了，核电发对啊，就是这样。但是当时因为这个时候来骂我离开了，你要不要来跟我道歉啊？对吧？那我现在开始阻挡，你会觉得说我是为了抢民进党的票。如果等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出来，跟民进党2个轮流执政，台派的左派跟右派轮流执政，那一天你们要不要回来跟我道歉啊？信不信？做对的事情啊，这个困难就是困难在做对的事情，跟坚持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和坚持做对的事情，这个才是最难的地方，对吧？是不是？对啊，离开了民进党情节，我没有怪他们啦，对吧？有民进党情节没有错啊，但是我有一天你就会认同我的做法了。我们只是多买一个保险，对吧？希望我的工就简单了啊，你在新的做的事情，我当然是台派，我支持嘛。可是你很多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没有做好，
我又不能我天天骂你也不是办法嘛，你就天天去批评我们，那没关系，我自己阻挡啊，那是一种公平啊，对吧？我自己阻挡这样还不够公平啊，是不是？我不再去要求你了，我觉得我自己能做，我自己扛起来，我觉得是最公平的啊，是不是最公平的啊？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离开啊。不过现在已经慢慢回来了哈，现在你看8.8万了哈，888了，88800人。之前不是在88300、8820那里啊，掉到88100嘛，881掉到88100， 888了嘛，所以已经掉了，每天都在有人退嘛，但是增加人也比较多了嘛，所以现在慢慢恢复正常。我那个心才盼见哦，好了，没有再退了哈。我买血还肉啊，我也是觉得这个，我想赶快到10万，结果还那段时间退了多少人呢？没有关系了哈。坚持了对哦，对啊，今天不是讲了吗？美国人那个 SMR 现在已经成熟了嘛，美国已经开始到处在部署 SMR 了。因为我跟你讲，台湾的晶片，台湾的伺服器 AI 伺服器75%销到美国，每天这样一大堆一直销到美国，那我问你，最大问题是什么？每天这么多晶片到美国，电在哪里？所以美国现在比你更缺电，我跟你讲。美国今晚比人家台湾看电哦，也就是说美国人现在已经开始什么？开始在什么用 SMR 小型核能发电厂，这已经成熟了。其实很多我以前讲到这个，很多人就讲，哎，这个都什么时候成熟？哎，你那很奇怪哦。啊，你就去看那个什么核动力潜艇、核动力航母，那个小型核能发电组，那个跟 SMR 不是很类似的东西，不是不一样，很类似的东西嘛。那个东西就可以在船上用，为什么不能在陆地用？是不是？那个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有什么问题过啊？所以也就是说哈，我们一直讲的东西都比实在超前，至少2年3年嘛。所以我们现在讲了，我说现在台湾百年腾飞了哈，那多了，我恭喜你啊啦！现在开始，我现在讲百年腾飞，是不是很多人相信了？我4年前讲百年腾飞，大概讲这塔山哦，真正哦。在中国回来哦，最喜欢讲大话，紧接着我在廖小军的节目讲过最多这些东西啊，他们最后不敢找我去，为什么？你干嘛我讲话就夸大，他觉得我讲话很夸张。其实我到今天为止，你就发现我有没有夸张？我有哪一点说错嘛？我细你呢，讲做4年哪一点说错？到今天我敢承认我没有什么说错，大方向没有错啦，不敢说细节，不敢说没有，大方向到今天没有错，信不信？没有啦，我没有什么在意的。我就活到今天，走到今天有什么在意的？但是大过年聊聊天啊，是吧？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曾经的心路历程啊。不然我就是天马行空的人，我没有天马行空，我做不到这些，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天马行空，我才觉得这样做是可行。绝大部分人要什么？100%安全，他才敢去做的。我们是30%、50%的成功率，我就冲啊嘛。啊，我们这种是比较会失败，但是也可能创造没有人能达到的成功嘛。这就是梦想家跟务实者他最大的差别，好不好？好，对啊，今年会很好兆头啊。今年马年嘛，马年是个好年哦，马年是个好年，大家都会很好哈。美国早就关心台湾能源了，美国不是说了吗？你的能源核能废料我帮你处理啊，美国都说要帮你处理废料，你国内还在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赖清德有说他没有办法抓那个时间档，他的 timing 没有抓好。我若是总统了哈，美国都AIT 都讲你要去发展核能发电，然后什么你的核废料我帮你处理，这句话讲出来你更不敢处理，安尼人大家看谁小啊，你知道吗？人家就你就是这样而已啊，算了。你连这 keeping 都没嘛，是吧？这个就是赖清德最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掌握机先，他看不到机会在哪里，他永远只会什么？永远只会然后讲哦，100%安全我才敢去走，100%安全的我还要你干什么？如果我们要等到100%才安全，那我要你干什么？
领导者就是领导在一个混沌不清的时候，带领大家有一个光明的路往前走，而不是说哎呦来了，大家继续混沌下去哦。啊，这个局势发展出这个路已经明确说，我才敢去走。要你干什么？我现在对赖清德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他妈你这样领导风格，要你干什么？所以我们自己阻挡啊。我对你是就失望了，我才自己阻挡。我跟你讲，但凡你有做到一件事让我满意的我今天都不会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哈？对啊，老黄怎么会说谎呢？嗯。老黄把辉达的海外总部设在台湾这件事情，也没有激起台湾人那个。台湾人真的很奇怪哦，我就台湾人真不但是没读册是不理哦，真的是。我就刚讲嘛，美国急了 ，AIT 急了，上天也急了，台湾人不急。黄仁勋都到台湾讲了，所有的什么科技公司都讲说台湾需要电。黄仁勋把海外总部设在台湾呢，这个代志多重要。美国把它5兆美元的公司的资产压在你台湾呢，5条辉达现在45兆，5兆海外总部设在你台湾呢，重压你台湾，结果你台湾到现在之前看87%都是火力发电嘛，现在可能应该超过90%都是火力发电，因为越来越多嘛。有的他就盖个火力发电的，烧煤的，烧天然气的，然后我们台中知道今天那个空气还这么差，没有一个人在做一个长治久安的规划，这个是我最害怕的哈。我为什么说，因为你民进党执政18年啊，你已经不能再讲说是国民党怎样，国民党很烂，没有人反对，所以国民党是要被时代淘汰的哈，连神明都要淘汰他们的。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把国民党给拉下马，但是把国民党拉下马之后呢，我也要鞭策你民进党啊！不你民进党起码打个人在做官，每个人都要做太平官的话，那我台湾不是嘛？我说嘛，我把国民党给干掉了，他妈换一个民进党来，一定要比国民党更好嘛？没有比较更好，我们这么辛苦干什么？所以我们要一边干掉国民党，一边鞭策民进党，这个是我们最聪明的做法，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好不好？民进党的几下，我这句话讲对吗？我们是要把国民党干掉了，干掉之后，你民进党一党独大，那靠呀！以现在的情况下，我不敢让你一党独大了。以你民进党现在的行为逻辑，我不敢让你一人独大，所以我们只能阻挡，跟你对抗一下，去抗衡一下，否则未来谁是独裁还不知道，好不好？好了，一个9个半两话钟啊，我每天都讲90几分钟哈。好了，时间到了，好吧，时间到了。希望啦，我们一直在讲啦，真的要让赖清德听懂了。你姐总统要怎么做？你的总统不是做太平总统，不是说把什么等到局势稳定了100%可以成功，你才往前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你。一个国家领导人是要在最混沌的时候指出一条明路，带领大家往这条明路走，这个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总统，需要的领导啊！谢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各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